型非常接，这种造型同类有骆同治官窑款的，就属于这一类东西。我们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来，清华珍品它具有一定的这个官窑属性。那么清华这2个字，它对应的同样也是清华园。清华园它最早是建立在这个康熙46年，它建园的时候是叫熙春园，是康熙皇帝给他的第3个儿子建的。那么到了道光时期呢，这个熙春园就分成了东西2个部分，东部它还是叫熙春园，但是这个西部呢就叫敬春园了。咸丰即位之后，熙春园就把熙春园改成了这个清华园，所以清华园的名字其实就开始出现了，从这个时候开始出现。而且现存清华园的门匾是咸丰皇帝是给赐的。那么而且它那3个字呢是当时叶赫那拉那同所书的。到了1860年的时候，不是前面把它分成了敬春园和熙春园嘛？到了1860年的时候，英法联军把这个西部的敬春园就是焚毁了，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清华大学的遗址和圆明园挨得特别近，所以他们2个就是有受到一定的影响吧。而当时这个东边的清华园就被保留了下来，一直到就是1991年之后，在这个清华园当中开设了清华学堂，作为这个中国赴美国留学生的预备学校。然后到了1913年，敬春园开始恢复并入清华园开始使用，后来逐渐发展成了这个清华大学。所以说，清华珍品这个瓷器对于研究清华园的这个历史有重要的意义。对，所以我们讲这个东西，你看没有？过去说老实话，这个清华珍品呢，其实我们经手过不少。对，感觉一直被忽视。但是呢，看图案很好，看工艺也不错，做的也挺精致的。但是这个清华珍品就是何方神圣，不清楚。是的。这个究竟怎么回事也不太明白。但是呢，通过了这个长期的摸索和研究，包括我们在查阅一些资料以后才发现这个东西非同寻常，它不是一般的等闲之辈。实际上它所来所往，其实它本身就是牵扯的皇家这么一个内因在里边。所以它这些里边的东西定制的，从样式到落款的方式依然还是延续了我们宫廷的制式在做的。所以把这种东西你把它归到宫廷用器上，这没有错呀，是吧？它和一般我们民间窑完全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完全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我们在看到这种东西的时候，尽管现在我们在传视频当中也见到了，但是数量还是极其有限的以前是因为我们不懂，甚至是我们不了解这个历史，所以呢对它忽视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应该认真的、仔细的把它研究一番。尤其是有很多朋友关心是民窑还是官窑，那么我现在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种就是官窑器你平常老百姓你是不可能到清华园里边去的，而使用者也不是一般的身份的，他和那个王公贵族定制的，比如说我们道光时期很多的一些唐明款它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们讲这些地方它都是可以很严格的区分开的。刚才我们给大家放的这些幻灯片两件东西同样的纹饰只不过落款不同而已，但它的制式是完全一样的，尺寸一样，纹饰一样，仅是款制不一样。那么能够享受这种待遇的是谁呀？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个民窑，他敢这么做吗？你们到景德镇去了解一下，过去这个官府要做什么事情，那是非常厉害很残酷的。你家一家人不听官方的这个什么如何，满门抄斩，瞬间叫你一家就没了。
你们可以到景德镇去，可以了解一下，尤其是到这个胡田窑，我们那个80年代，上个世纪80年代在那儿学习，就是说，就是在他们祖传那个曾经有一些窑户不听官方的一些这个禁令，擅自的做了一些东西，一家人满门抄斩，一家老小瞬间就叫他没了，就这么厉害。所以你想想，这种封建社会这么严格的等级制度，你可以随便乱做吗？对吧？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件事情，不是我们现在想的自由主义，嘴那么大随便乱说。过去你敢吗？料你没这么大的胆，是吧？所以我们讲很多事情应该遵循历史的轨迹按照这历史的轨迹去研究它，去探讨它，那么很多东西呢就变得清晰起来了就比较的明朗。所以看这样东西呢，我们也是一样，应该把它当做一个这个官窑去对待，那么这样的话才能把它放到一个非常恰当的位置上去，这么看才是对的所以我们把这个东西提出来的目的呢，不仅仅是因为觉得它的特殊而且呢要纠正我们过去一些无知和对它认识不足应该把它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这才是对得起这件作品本身。尽管它年代并不那么遥远，离我们也就100多年，但是我们应该正确的对待他们，这才是好。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件。我们再来好的，我们现在这一件是第619号，我们定呢是这个清晚期的一件粉彩花鸟图的象耳瓶。我们整体去看到它的风格还是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受到大雅斋的影响，但是我们给它定了一个清晚期，主要还是从它这个落款方式可以看出来，它的这个还是比光绪要再稍晚一点，虽然它落的也是这个光绪款，那么但是这一件就是它的这个绘画工艺还是非常就是精到的。我们可以从这个雀鸟和这个动石的这个细部的描绘当中可以看出来，并且这件的颈部它是用的一个大量的墨彩去绘画。有很多这个大雅斋的瓷器也是用这个墨彩去绘画，因为传统就是清代瓷器史上比较少的，就是用墨彩加上玻璃白去就是配置这样一个花鸟的图案，这种的绘画方式还是比较少的。那么我们这一件就是可以看出来，它还是有受到大雅斋瓷器的一个影响。这件东西呢，它高是22公分。对2个象耳的这种长口的瓶。那么这件东西呢的口沿外侧飞皮儿已经修过了修过了，那就这儿有一点在这个位置上有一个小颗有一个小颗。器身呢有小骨釉什么叫小骨釉？这我来看看可能是不是有点爆釉之类的？我看看。这个地方一个气泡鼓起来的一个气泡鼓起来的。那么这件东西呢，请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刚才我们陈小姐已经讲了，这个使用墨彩这种装饰技法呢，主要呢在清代晚期是受大雅斋的影响。对。那么我们要知道，慈禧太后本人呢，也是多少有一些绘画基础的，也喜欢绘画。尽管呢，他有专门替他代画的人。是的，当时是这个宫廷画师叫妙素君的一个人去帮他设计的这个大雅斋的画样。对，但是呢，多少他自己也能知道一二，甚至呢也能动手
画这个一点，那么这一点的话呢，是他自己独有的这一份儿，但是呢，毕竟中国画呀，水墨画对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他在这个大雅斋的很多的器物上，不管是缸、碗、盘、花盆等等日用器当中，用这个白地加粉彩、松饰绿地加这种墨彩是比较多见的。而且呢，他特别喜欢什么呢？喜欢用画眉和八哥。有可能呢，因为慈禧太后在宫里边，她自己也养这个鸟，所以它的纹饰上边就有这种图案设计。当然，这个设计者可能是投其所好，给他画上这个东西，让他去审阅过目。那么得到允肯，那才能画嘛，对不对？没有他的允肯，你随便乱画，那大雅斋那是麻烦事儿，那要受到撤职了。那很厉害。那么所以他的这种画在宫廷里边画了以后同样对其他的部门，甚至是民间窑，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也会产生一定影响。那么我们现在把底下的款给大家看一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款。现在是直播导览。拍卖是这周五、周六、周日。看一下大清光绪年制。那么马上就会有人反映，汤老师，这是官窑吗？那么我现在很肯定的跟你讲，这不应该是官窑，因为官窑写的字是很规整的，像这个字写的略显草率，如果你硬是把它归到这个官窑器当中呢，我觉得是对你不负责任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因为这个很正统的官窑瓷器6字2行楷书款那写的是规规矩矩的不管是青花的还是矾红彩的，写的一定很漂亮所以我们有一说一那么既然它不是官窑，但是你要知道它的制式，它的绘画技法恰恰受宫廷的影响非常大这个影响非常大。那么为什么讲呢？镜头前的朋友我也是提示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个一个八哥，一个画眉的眼睛，看见没有？我们中国有一句成语叫什么呀？画龙点睛。你们注意这个2个眼睛，他点的那个眼睛那个神韵，他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我告诉你，我们在最近这么多年里边见到有仿大雅斋的东西，颜色纹饰可以说一模一样，都能搭配得非常好，因为它是由本而宣。你看这个八哥的眼睛，看见没有？他聚精会神，炯炯有神的盯在前方，盯在某一个地方，盯在可能有一个虫或者是一个花朵上。所以我们后仿的现代人仿的这些，不管是八哥、画眉或者是其他鸟，最容易让你发现毛病的就在这一点上，就是它的眼睛上。上一次我们在广东一个朋友那儿说，有一对漂亮干净漂亮的一对花盆大雅斋款式也很好，是吧？上面画的2个什么呢？鹦鹉，鹦鹉大家都知道了这也是在大雅斋当中也常见的一个纹饰。问题来了，这个2个鹦鹉
他的眼睛是目中无神，目中无人，既没有神，也看不见他的那种神韵，因为他都不知道看哪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个画家在画这个鸟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这一点点在哪个部位上使他能够炯炯有神，他不知道，他只是仿。完了以后，反正眼珠子嘛，那个地方就点一下就完了嘛。可是你要知道，这是真正的一个画家，他是在画鸟哎，他不是画木偶哎，他一定要把他的神韵表现出来。恰恰仿品当中这个地方露怯了，别的毛病没找出来，就这么一点，立刻把它否掉，仿的。啊，这个也是把一定鉴定知识啊告诉我们镜头前的朋友，你们要注意。啊，这些地方很重要，仅仅就这么一点，啊，这一点就能说明它的早和晚，啊，所谓早就是真的，晚的就是假的，啊，然后我们再看上面这个色彩的运用，上面用的是蜀葵、菊花啊，这些东西都是这个时代最常见的装饰纹样，包括上面的叶子的画法，这个叶子的画法蛮厉害的。这个叶子的画法，它完全是用的这种晕染，用的是墨骨法，它里边没有经脉的。按道理来讲，这个大雅斋的这个花卉啊、叶子呀，它是有经脉的，而这个上面是没有的，完全就靠这种感觉啊，我们叫不仅仅是形式，而且神也是，这就是绘画当中的最高境界。你看它这个底下的这个粉彩的花里边是有叶脉的，啊，但是上面脖子上面的这个花，这个叶子是完全没有的，就是笔往上一点，就算是叶子了。这个一般人是不敢这么做的，啊，你看这上面的叶子，看见没有？就这么一点一点一点就算了，啊，所以这件东西呢，其实它的艺术造诣还是比较高的，不是我们讲是等闲之辈。而且这个制式完全和大雅斋的同类型的、同尺寸的，啊，这个造型一模一样，啊，这个呢是非常难得，而且它的用材用得很好。你看用这个玻璃白啊，这上面的玻璃白，啊，用玻璃白打底，而且呢都是涂在这个釉的表面的，啊，说明这个玻璃白用的还是比较好啊，比较漂亮。所以不仔细看你不知道，你仔细看了以后，你才会发现，这个花卉画的是栩栩如生，啊，非常好。那么肩部的灵芝纹底下的这个变形蕉叶纹，色彩的搭配的非常精致，啊，非常漂亮。这个呢，也就是说这件东西啊，我们对它的真伪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啊，没什么疑问的。只不过呢，它是不是啊光绪的？我认为啊，这件东西应该还是光绪的作品，只不过它不是官窑，啊，这个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但是其他的东西，其他的问题你是挑不出毛病来的。而且这件东西好像是海外进来的是吧？它里边有个签儿。可能是因为它是英文的签，这个老师们自己去追溯一下吧。这个我们大家可以追溯一下啊，这上面里边有个签儿的，看来这件东西呢，应该是我们讲是从海外流进来的啊，这个所以它的色彩各方面保存都比较完美啊，比较完美，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件东西，不错啊，这件东西应该是好的啊，没什么问题。好，我们再换一件吧。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件。到时候在哪里拍卖？在易趣的官方平台，周六会有拍卖师给大家进行拍卖。好的，再来这一件。好的，那这一件也是一个小瓶，尺寸差不多是19.5公分，跟刚才那一件啊有一点相类。这一件呢，它身上画的是这个蓝石图，并且我们常见这种图案啊，大多数都是比如说是光绪款或者是这个
瓷业公司的这种风格。但这一件它比较特殊的是，一个是它落的是乾隆款，还有就是它有一个题制，就是写的是仿马镶蓝笔。仿马镶蓝笔法写于菖蒲半间山房徐半秋。刚刚那件的编号是619，是周六那一场，是周六那一场的，619是周六那一场的，对，我说到哪了？对，它上面有一个题制，那么这个它当中提到了2个人名，一个是半秋徐步禅，还有一个是仿马镶蓝笔，这个马镶蓝这个人。那么马镶蓝这个人他就比较特殊了，镶蓝呢是他原名叫马守贞，因为他比较擅长画兰花，所以大家管他叫马镶蓝。他还不是说他的字是镶蓝，他就是因为擅长画兰花而出名，所以叫他马镶蓝。这个人的身份呢也是比较特殊，她是一个明代的风尘女子。但是呢，她不是说自愿作为这个，是因为她家道中落，她父亲本来是当官的，她家道中落之后呢，当时她的父亲是把她托付给了这个一个将士手下的一个将士，但是那个将士可能，就是为人不是很好，就把她给卖到青楼去了，可能是为了这个金钱财富之类的，把她卖到青楼去了。那么但是因为他本身这个是出于这个世家的，所以他这个人他的心智是比较高洁的。他即使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他还是没有停止对于这个书法呀，或者是绘画技艺的这个造诣，所以他从此呢就开始钻研这个绘画。马镶蓝的画呢，我们在故宫博物院现在的藏品当中也可以查到。导播老师给切一个镜头我们可以看到冻石、灵芝和兰花，并且它兰花的这种技法，就是可以去看一下它的这个线条，这种技法是非常的这种自然，技艺是非常高超的。那么马镶蓝它的一生呢，就像兰花一样，就是它可能处于世间的混沌当中，但是呢，它又没有和那些人去同流合污，它还是去钻研这个绘画，尤其是更加的喜欢兰花。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件作品，就是取这样的题材有一定的关联。那么这个徐步禅呢，徐步禅呢，他就是这个人的身份呢，他是属于他是乾隆年间的人。乾隆年间呢，他就是参加乡试，然后中了解元之后，然后就是当了这个河南扶沟的知县。他的就是为官比较的清廉，然后也受到百姓的爱戴，所以和他这个底下落的这个乾隆的款制是可以相互呼应的。所以这件东西呢，应该是他说是徐半秋去仿马镶蓝的笔，然后去绘画的这样的一件东西。它几件东西之间它有一定的历史关联，但是整个的笔法和这个青花的风格，以及它的这个造型，还是这个光绪到就是清晚期的这样的一个，或者到民国时期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风格。这件东西啊是这样，首先呢，它的这个是个青花，是吧？双普耳带环的这么一个瓶。那么这件东西呢，从我们直观上来讲啊，这个纹饰。这个造型我们在哪儿见过呢？我们在宣统的这个青花器上，有类似的这个造型和纹饰的。那么再往前说呢，也就是在这个体和殿呀，有很多类似像这种题材的，当然有各种颜色啊，除了青花的，有可能还有是皇帝刻暗花的呀，或者是其他墨彩的什么。都是属于这种题材。那么这种题材集中表现在一件瓷器上呢，
主要是在晚清时期。这个呢是我们首先要强调的一个问题啊。大家今后看到这样的东西首先要把它的年代要卡住啊，你不要把它说的是明代的或者清初的，这就有点不着边际了不着边际了。一般像这么绘画时代都比较晚，这是我们要强调的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这个兰花呢，因为兰花也是我们讲表达一个正直的君子高风亮节的一个标志一个标志。所以呢，我们讲这个兰花的柔美和怪石的坚硬就体现在了这个兰花相互映衬作为一个配景来表现这朵兰花的。兰花它是柔弱的肢体也比较修长，但是呢它是君子，是吧？它的气节和品德另外一个呢，我们讲的是这个深谷幽香，也是讲的是兰花所以对兰花呢，我们讲歌功颂德，对兰花的赞美，我们文人雅士都是喜欢这样做的。那么这种东西的题材呢，在其他的一些文人墨客的书画当中经常会体现到这些东西，这些内容。这个呢是我想不管刚才讲的是马香兰也好，还是徐半秋也好，许步蟾也好，因为这两者和这个年代显然是不吻合的，一个是明代的，一个是清中期的。而这件作品我们为什么说它是晚清到民国呢？请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刚才我讲的它是绘画的这种纹饰的布局，还有一个大家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个底款，来看一下这个底款我们镜头把它拉近了给大家看一下。如果大家看到这个底款以后这个底下写的是大清乾隆年制6字3行铁线篆款。老师给一下镜头。静有吗？有的。来了吧？马上来了，稍等一下。有了。好，大家看一下它的静，看这几个字的写法。这种字我相信镜头前的朋友一看就明白了。这个乾隆会这么写吗？毫无疑问是不会这么写的只有晚清民国早期会这么写。所以我们通过它的纹饰的布局以及它的款制的写法，我们就可以肯定的说这件东西是不是旧的。OK， 是旧的，这个没问题。但是年代和它落款的年代相去甚远那么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上面的青花大家要注意这个青花的发色。我们一直讲这个青花，尤其到了晚清民国时期的青花虽然它也是画在胎上面的，但是很可惜，在高温烧造的过程当中，它这个青花呢，它没有完全贴附在胎本身上边，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个青花飘在釉中了。如果出现了这种现象，这个年代一定是后边的，千万别把它说的是雍正的什么早的。你比如说口沿上的这个装饰纹除了上面的回纹，底下的这个三字纹什么时候有？康熙有，顺治有。那么这个时候又出现了，那么看到这个东西，你说它是早期的就不对了我们看这个青花，很显然它不是那个时代的东西，所以我们把它钉在了清末民国初这个年代呢，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提醒我们镜头前的朋友一定要认真仔细的去观察但是呢，这件东西呢尽管年代并不是特别早，但是呢它的绘画的技法纹饰这个绘的还是比较精致的实际上它这个是画的什么呢？是蕙兰上面是蕙兰。一般我们讲兰花呢，它是一枝
啊，就是一个两个的，它是一串儿啊，这就叫蕙兰。所以这个纹饰画的呢，应该还是不错啊，挺漂亮。是的。无论从造型呀、纹饰，我们来看看它这个，高是19.5公分啊，大家注意啊，器身有一点点抱幼，这个抱幼主要有一点点抱幼啊，口上有一点点，主要是这个耳朵上面有一点抱幼。对啊，大家注意啊，主要是在耳朵上有一点抱幼。其他呢好像还好啊，其他还好。这个呢就是它的品相基本上就是这一点点小小的瑕疵。其他没什么问题啊。这个上面的绘画画得很生动，很漂亮啊，线条也很美。可以日常作为一些插花呀或者摆放去使用。这个挺好的。对。好，这个咱们再来换一件，好吗？有请下一件。这个感觉尺寸放在书房里面啊，或者怎么的都非常合适，而且这个纹饰本身就比较的这种雅致。不错。好的。好，我们下一组是一组文房用具，是这个砚台。我们通过这3件可以看见，就是这3个的制作工艺啊，都发现它是有中间是立起高台，然后做素胎的叶面，然后四周有一圈挖草作为储墨去使用的，它是它的一个这个共同点。这种圆砚出现的时间应该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晚吧，早期好像是那种方的，或者说就是另外一种形制的会更多。这个砚台呢，其实这个通用之啊，那是唐代开始就有了。那个辟雍砚，那个是多少个腿儿的，一圈的那个辟雍砚，那年代就比较早，没错比较早。那么这个瓷砚台呢，也是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所需而产生的一个品种。那么之前呢，我们有很多材质的做砚台，因为中国人书法是吧，要用墨，这个墨一定要下墨，拿什么东西去下墨呢？你不能弄那个石墨去墨，总要有个合适的容器，然后把墨团把它磨开，然后蘸上毛笔才能写东西。那么这个必须要有一个适当的工具，那么砚台就是从这个地方产生的。我们除了用铜的，也有用石头的比如我们这个几大名砚，是吧？对，陶砚呀、赵砚呀，是吧？赵庆的这个端砚，是吧？包括这个歙砚涛砚4大名砚，这个在宋代就非常的流行了。那么这种东西呢，就是有一个问题，携带不太方便携带不太方便，所以后来呢就出现了用瓷器来做砚台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三方实际上是用瓷来做的。是的，瓷来做的，它而且很清晰的，就是中间做砚堂，旁边是砚池做的是非常有规矩非常有规矩。那么这个3个小砚台其实用这种形制的是从明末开始的天启崇祯然后我们到清初一直都有。那么到了包括我们小时候都有砚台，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要练习写书法的，学校里边小学里边都练的，3年级以后一定要拿毛笔练书法。那个时候叫学生砚，学生砚是用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安徽的歙砚做的这个尺寸很小砚台那个形制呢和过去古清代的那基本都一样有砚池有砚堂然后呢拿一个金不换，过去叫金不换，胡文明的金不换墨然后画。其实这个小时候嘛也调皮，每次写字弄的是到处都是，脸上也是到处都是那个墨汁，是吧？那么砚台呢，主要还是为了我们这个文化的传播它也是我们文化载体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工具。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3个瓷砚呢，其实这砚堂里边其实非常的细腻和光滑，用手摸就是我们过去讲的摸的像小孩子屁股一样，非常的光润
啊，非常的细腻。那么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们看看它背面，这个底下有款的啊，这个大的这一方砚台啊，圆砚，底下落的是大清康熙年制，6字2行，有点像官歌体的啊这种写法。那么一看这件东西，毫无疑问，这是康熙时期的作品啊，落的是还是本朝款。年代呢，应该是康熙晚期的啊，而不是康熙早期。大家要注意啊，这是康熙晚期的。它的周边是用青花上面啊作为装饰纹样，然后上面上的釉，所以这件东西呢是一个典型的康熙时期的砚台。好，我们再看看这两个小的啊，两个小的，这个底下也有，看见没有？这个底下像2层台一样的啊，非常有意思。因为这个底下太厚呢，携带也不太方便，那么所以把底下呢分成2层悬销下去，然后底下上釉，上面写的是雍正制用，啊，这个东西呢也是标标准准的雍正时期的砚台，它旁边还有款，这个叫文方四宝，注意啊，文化的文，方。芬芳的芳，芬芳的芳，四宝，四宝。那么这几个字其实还有很多的文化内涵的。我们叫文房四宝，房是房间的房，它这个是用的芬芳的芳字，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文化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文化瑰宝来讲呢，它是一个大家受到尊重的，一个中国文化的这个标志。那么所以这个把这个房变成芳呢，其实多少一些赞美的意思在里面。学文化呀，文化人呐，那是了不起的事情啊，不像我们这个做文盲，那不行的，让人看不起。一定要通过我们学习文化，能够使自己的芳名流传四方这就是我们古人对文化的一个追求所以非常有意思。这个呢，虽然尺寸小，砚堂也是非常的细腻。旁边凹槽就是水池，放水的，墨汁蘸点水在里边再摸。这个我们小时候都干过这种事儿都干过这件事儿。那么这一件呢有点意思这个是大家注意，这个底下有款的，叫天下太平公出。这个款字写法有点像明代的这个书写的方法，天下太平公出有点像什么时候呢？像明代弘治以后的这么一个写法。但是呢，很遗憾，这件东西的年代呢，其实还是应该值得商榷还是应该值得商榷，好像还应该是清代的。因为它这个周边的这个装饰纹像，用这种这个坎甲纹，开窗以后里边画的是四季花卉，好像，松树什么的，松竹梅，松竹梅兰四君子这件东西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们讲这次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我们拿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同样在我们瓷器当中可能大家不在眼的一些东西，是的但是它非常有意思，和我们的中国文化息息相关。这是让人流世百方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过去我们考什么呀？考秀才、考状元，你不用这些东西吗？那是一定要用的呀。而且这些东西之所以做的这么精巧，是因为什么？携带方便。不像我们正儿八经的在案头上放的砚台，比如说用端砚设砚，那个造型就比较大办公用的那种砚台就大了。像这种呢，主要是过去包括我们一些商人做账，一些这个文人墨客经常四处漂泊携带身上使用比较方便包括我们一些学文化的一些现在叫小学生吧，我们叫做读私塾这背在书包里边，背在包里边拎起来也方便洗起来也比较方便
啊，所以这种东西呢，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它的意义呢，却是非凡的，啊，这是让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也曾经有过这些东西，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学文化息息相关啊。这是我们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不可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希望呢，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啊，要知道，并且要了解他们啊。这个呢，作为一个收藏，当然也是可以的。你去收那个什么邮票，收什么这个东西，难道不可以收这个吗？这个可能比那个历史价值，可能文化内涵要更多一些吧，是不是啊？是。行，好的，我们就讲这儿吧。好的，我们再看下一件。好，这是个小东西。好的，这件的尺寸也是非常小巧可爱，是一件万历时期的制品，非常典型的万历五彩，尺寸是5.8乘5.8啊，接近于正方形的这样一个造型。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里面画的是这种折枝花卉纹，然后外边呢画的是这种瑞果。底部是落有这个大明万历年制的一个款制，这件应该也是属于官窑的作品吧？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侧光可以看到这件整体彩的摸起来是有厚度的，有湿彩是比较厚的。然后呢，它的这个绘画的这种五彩多种彩料的对比也是比较鲜明，这种矾红的颜色比较的浓重，包括它的这个青花线，以及它点的这种，这是蓝料，这也是青花，这种整体的都是非常的浓重，有非常明显的万历的特征。好，这件东西呢，是我们讲的是青花五彩啊。那么这个里边呢有几个东西呢，大家要注意一下。一个呢，它就是先在这个胎上面画青花，局部画青花，这个就跟我们这个古代文献上所讲的那样啊。现在局部画青花，然后呢，把它凑成全体啊。这个《南窑笔记》当中就有明确的记载的，这件东西就是我们讲的叫青花五彩啊，就是现代人讲的叫青花五彩，古代人把这个是叫斗彩的，至少在雍正时期把它叫斗彩啊，不是叫五彩的。所以我们很多的名称啊，都是19世纪以后出现的，并不是19世纪之前出现的。所以这个呢，我们要搞清楚它的这个历史关系啊，不要糊里糊涂。将错就错，一直错到底，这个不对的。我们应该了解历史的本来，啊，再来谈现在，这个就比较妥当一些。那么这件东西呢，除了我们讲青花在底下勾勒轮廓，啊，画了一些局部的一些纹饰，然后在高温当中烧炒以后，再在上面加这个其他的红彩呀、绿彩呀、黄彩呀这种纹饰，把这个整个彩呢全部凑齐。形成了一个完整体，完整体。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今天也特别请大家注意的就是，这个里边用墨彩了，不要忘记，墨彩是在明代正德时期就开始使用了，到清代当然已经非常娴熟了，但是万历时期、嘉靖时期，墨彩呀、勾勒轮廓线这种做法是经常使用的。所以不要一看里边，青花嘛，怎么还有墨彩加在里边？这个是不是后仿的？大家注意，这个万历时期也是常用的，所以我们看到的除了青花以外，这个里边所有的彩，这种釉上彩都是我们标准的国产的颜料，这个里边没有外国彩的。
黄、铁、绿、铜，啊，红用的是铁，三氧化二铁啊，矾红，啊，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啊，这些。这是一件尺寸很小的一些小气大样的东西。底下款呢也写得非常规整，大明万历年制羊字头，啊，羊字头的写法。所以这件东西呢也是做的比较好，它的外侧口呢是斜挂一刀，里侧口呢也是斜挂一刀，这也是万历时期最常用的一种修竹的方法。这个呢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而且呢这种方的形状，从隆庆开始啊，器型的变化就比较大，而嘉靖变化比较少。嘉靖基本是传统的啊，尽管有些器型已经开始了，但是呢隆庆就比较多。万历是继承了嘉靖、隆庆时期的一些做法，把它延续下来的。啊，这是一个很小的四方小碟。对，应该还属于实用器。哎，这是个实用器，而且呢，这是个官窑器啊，大家注意，就是除了口沿上有点爆釉以外，其他的地方挑不出它的毛病来。而且这个青花料啊，有可能还是用的是泽料啊，不是用的回青料，因为它没有回青的那种紫的效果，尤其是它这个青花浓艳的地方，它没有紫的效果。如果有紫的效果，这就带回青了。那年代就要早一些，但是如果是完全用泽料的话呢，那么时代的话就要略微稍微晚一点，那就是在28年以后、30年以后的事情了，啊，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有人说底部存疑，那我就把底部给大家看一下，啊，底部存疑，这个究竟什么存疑呢？可以大家提出来啊，没什么问题，大家提出疑问，好吧？这件东西呢，因为起拍价只有1000块钱。又是个小器啊，大家可以这个什么呀，到时候可以畅所欲言啊。好的，咱们再来一件，好吧？好的。那接下去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会有一些单色釉的作品，也就是我们周日的那一场。我们周日那一场主要是以单色釉的作品为主，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平台上面看到这一场拍卖的拍品啊。那接下来看到的这一件是光绪时期仿这个康熙的八大马的一件江诺红釉的硬盒，那么它的这个造型也是有稍微区别于康熙时期。包括它的这个釉色，它是虽然说它也是做的一个子母口的设计，但是康熙时期的这种盖盒呢，它是会有说是向内扣的这样的。对，对，我们把它盖上来看一下。好的，我们把这个对导播老师给我切一下，对，给我们切一下，切一下。切一个图案给大家看一下啊。对，我们在这个盖盒和箱盒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是向内收的。大家注意了没有？这个呢是工艺会有区别。这个呢工艺啊，跟我们现在桌上摆的这个工艺是有点区别的。对的。那么我们现在给大家看的这个照片呢，是上海博物馆胡惠生先生的收藏，他是捐给博物馆的他这个也是豇豆红，但是它这个豇豆红呢变成了苹果绿，这个颜色它是有一对啊，我们给你看的只是一件，这个大概全世界找不了几对的是绝无仅有的作品，可以说是豇豆红当中的经典。我们说可以大红袍这种少，那么什么这个美人醉呀、卤鼠皮呀那些比较多，但是像它这种既有苹果绿又有红的这种呢，可能全世界找不了多少件的那么旁边这一件呢是一个我们叫大红袍，颜色比较好看。那么这是我们讲的它的表面就是釉的发色。那么现在我们给大家看到我们桌上摆的这个对，这个豇豆红的硬盒或者说油盒，和我们照片上给的这个
油盒，你看见没有？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啊？在器型，然后颜色。关键问题就在它的器型上边。是的。我们看见没有？它的器型指口跟指口对的时候啊，它是往里抠的，而不是这么对着的不是这么对的，而是往里抠的，是吧？这个呢非常重要，这个造型大家要注意，尤其是豇豆红的，它的造型一般都是我们给大家看到的这种造型，这是标准器。如果与之不同，请大家要注意它的年代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有问题？所以我们讲这个造型在单色釉当中，它是占到主导地位的。至于说釉面颜色的变化，那是火的艺术，我们只能先把它暂放一边。但是时代的风格造就了器型的变化，它却是一定的，不可更改的。对，所以你任意的去改一下的话，那说明这个就有问题所在，要么就是真的，要么就假的。对，那么改的话一定是假的。包括手头上就是光绪、民国仿的跟康熙的也会有不一样。对，后仿的会更轻一些，因为康熙的胎比那个后来的会更致密嘛。是，那么胎骨的话要显得重一些。是的，这就是我们讲这个器型，胎的重量，然后就是讲它的颜色，是吧？我们刚才讲的卤鼠皮呀、美人醉呀，这个大红袍苹果绿呀，包括红绿相间呐这些东西，还有驴肝马肺等等等等。是吧？那么最关键的问题呢，就是这个装饰技法，就是这个彩的这个施釉方法呢，因为比较复杂，因为豇豆红和别的这个红还不一样，因为它有3层釉，一共用了3层，第1层是透明的，把它烘干以后再上第2层色料浆，就是讲的铜这个化学元素，第3层。再在它的上边上一层透明釉，最后再到炉子里边进行，不是炉子窑里边进行去烧制。烧制的过程当中，它会因为你施这个色料浆的时候，我们是用的这个吹釉法喷上去的，或者叫喷釉那么吹上去。用力大小，距离远近，说老实话，我们用机器它可以控制距离远近、力道大小。我们人你用劲，当然有些老师傅他有经验了，吹得多了有经验，但有些可能就掌握的没那么好。用力大了，这一坨可能这个铜元素就堆积的比较厚，吹力小了。那么就变得比较薄，近了厚，远了薄，是吧？力道大厚，力道小薄，所以这些一连串的问题就对这个豇豆红施材料的时候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个就是我们在烧的过程当中，事先这个功课要做好，就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第二个就是在烧的过程当中。因为它有很多的过程，尽管我们炉子点好了以后多长时间烧出来，但是它这个过程是有程序的，一道一道演变过来的。其中在用氧化焰烧的过程当中，那么铜堆积富积的地方，堆得厚的地方，它起到一个助溶的作用，它会有这么一个效果。它最先在氧化气氛当中，它就熔了。因为它助溶嘛，就熔，一熔以后呢，氧化气氛当中它是绿色调的，那么一熔以后呢，旁边的这个其他的元素就覆盖在这个铜的上边，而且是铜绿上边。经过还原焰，真正到还原焰要让它还原的时候，铜的这部分被盖在下边，没办法还原了。而其他没有还原的地方，这个时候正好开始还原成什么红色调。那么再经过2次氧化，最后烧结出来以后呢，最先熔的地方是绿的，后
后边熔成的红的，啊，这个过程就是这样过程。所以我们看到这件东西也是这样，你看这上面星星点点的有一些胎绿点，我们叫胎绿点，是因为这个地方的颗粒比较大，稍微有点厚，所以它最先在氧化气氛中，它首先氧化了，形成了绿胎点，而其他的部分呢是在还原气氛中形成了红色调。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些状况，是因为它有前面这个原因造成的。所以这个过程是我们每一个这个玩这个豇豆红的朋友们必须要了解的。它之所以会出现这个现象，是因为它的前因才得出了后边的结果，啊，这是有一个因果关系在里边。所以这件东西呢，我们把它定的这个晚清民国呀，其中刚才我们讲了它的原因了，造型，这个呢就是看它的款。来，请给我们看一个款好吗？几号拍卖？我们是周五、周六、周日的晚上8点拍卖，然后现在在讲的这一件是周日晚上8点开始拍的。好，我们看一下，按照这种6字3行啊，应该官格体啊，这个写的大清康熙年制。那么这个呢，很显然，虽然是在想仿官格体，但是这位师傅啊，他的功力还是不够的，所以写出来这个字呢，既官格又不官格的，属于这么一种状态。那很显然，这是后者仿的，啊，这就是我们在鉴定过程当中要了解的一些常识。看这个字体就知道它不对，啊，一定是后人所为。所以我们把它的年代呢定在了光绪，啊，定在了后期仿啊。这件东西呢，就口沿上有一点小颗，这个我们可以看得见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小颗啊，其他呢就没什么问题。它的直径呢是6.5公分，尺寸并不大，但是非常小巧精致，哎，放到案头隐隐有我，还是蛮可人的一件小东西啊，挺好的一件小作品，不错。好，我们再来下边一件。有朋友问康熙本朝的豇豆红和乾隆时期应该没有豇豆红吧？的发色怎么区分？这位朋友提的什么问题？他提的问题是康熙本朝和乾隆时期的豇豆红发色怎么区分？我觉得这位朋友想提的可能是和后期是怎么区分的，和康熙和后来仿的是怎么区分的？因为乾隆时期应该没有豇豆红。对，这位朋友提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我们跟镜头前的朋友也讲一下，就是康熙时期的豇豆红和乾隆时期的豇豆红，这个是有一个很大的误区的啊。我们这位朋友呢，可能对这方面的了解呢，可能还是少了一点。这个乾隆时期没有豇豆红的。这个品种不存在，所以就不存在它和它之间的对比，只能说康熙时期的豇豆红和清末民国时期的豇豆红之间的这个差异。刚才其实我已经把这个差异已经讲了，是的，可能呢你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你还在脑子里想到和乾隆没这个品种的，所以你就不要考虑有乾隆了，好吧？我们只有康熙和清末民国初，其他 no。因为清末和民国初期的仿古之风比较的丰盛，比较的多，所以这些东西呢，也是应付一些这个好古之人的这个满足他们的需求。但是这个里边的差异比较大。刚才我已经讲了，就那一件东西油盒，我就讲了它两者之间的差距。总结来说就是造型和这个重量上面的这个差别，釉色上的差异呢，就是可能就是自然和不自然之间的区别。但您要说具体的呢，就是您就是得通过实物去观察了，因为颜色上的差异对于单色釉来说，还是比较小的。只不过就可能康熙的釉光会更好一些。
上一个五彩方盒干嘛用的？这个是我们这马玉辉是吧？马先生啊。上一个我们没有一个五彩方盒，那是个小碟。那是碟子，它的口径是一个正方形的啊，5.8公分，是一个正方形的小碟，它是日常用器，不会是文房用具啊。这个给大家讲清楚，跟那个没有关系的，好吧？是一个五彩的青花五彩啊，青花五彩的，万历的。刚才也有讲，这个底部有锯齿痕。这个呢就又出问题了啊，又出问题了。其实我们讲它的修足啊，它里外斜刮一刀，那么这个修足的话呢是正常的，比如上完釉以后，这个地方釉可能粘住了，或者说覆盖在了这个器足上，那么这个一定要把它清理掉。如果不清理掉，放在这个垫圈垫柄上面，它一定在烧的过程当中会熔粘在这个底下的窑具上，所以它一定要里外刮一刀，防止釉往下垂流以后会粘在窑具上。那么至于说出现你说的这个锯齿痕呢，其实不是锯齿痕，这个在斜刮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大家不了解这个瓷器的胎，瓷器的胎如果干了以后是非常坚硬的，你如果说想的就跟粉笔一样，那你就错了。一般这个刮刀刮不动的，所以一定要等它稍微湿一点以后啊，让它的表面那层有点水的时候，你再刮就比较容易。这个出现的这种像锯齿痕一样的，像跳刀一样的，是因为这个水分并没有沁到底下去，所以它一刮以后啊，就出现这种像锯齿痕一样跳刀的现象啊，我们叫跳刀痕啊，不叫锯齿痕啊。实际上呢，就是前面我讲的这个原因造成的啊，你所看到的这个表象，好吧？好的，好的，我们下面这一件呢也